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男朋友贪慕虚荣，嫌贫爱富，宁愿做富婆的玩物，也不愿意好好和我在一起。那我能怎么办？当然是成全他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温婉，我和我男朋友罗毅是办公室恋情。罗毅家里条件不太好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凭借个人努力飞出山沟沟的一只金凤凰，而我则是人们口中的富家女，现在正扮作普通打工妹，在自家公司实习。罗毅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更不知道我们俩打工的公司只是我家众多产业中最普通、最不起眼的一家小公司。我没打算告诉他，一来我是出门历练的，不愿受到特殊待遇；二来我也想看看他到底是爱我的人，还是爱我的钱。刚开始，罗毅表现得既体贴又老实，我对他满意的不得了，经常给他买东西，什么西装、领带、公文包、烟酒、手表、打火机，只要他喜欢，我就送。别看我是基层员工，但我并不穷，我做成了好多项目，分红不少。可罗毅胃口越来越大，时间一长，不穷也穷了，失去金钱支撑的爱很快土崩瓦解。所以当我看到罗毅的微信消息时，没有一丝意外。宝贝，我送你的香水喜欢吗？什么时候再约一次？亲亲，想你想到睡不着，你给人家讲个故事，人家给你发个红包。没有你的夜晚好寂寞。以上3条来自3个不同的富婆。我早料到他会出轨，却没想到他竟然多线出轨。这么多富婆，这是做鸭的节奏啊！就他那小体格，也是难为他了。我十分冷静地将罗毅和富婆们的各种调情记录、金钱交易全部截图录屏，保存到自己手机上。做完这一切，罗毅正好擦着头发从浴室出来。他见我拿着他的手机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动作自然地要从我手中抽走手机。我没放手，僵持间，我问他：“你就没什么要和我解释的吗？”罗毅不愧是公司评选出的最佳客户经理，心理素质一绝。他脸上没有一丝慌乱，反倒问我：“温婉，你怎么了？”我当着他的面点开他和富婆们的聊天记录。你说我怎么了？苟富贵勿相忘，接这么多私活，赚了不少钱吧？也不说请我搓一顿。罗毅脸色白了2分，但仍然镇定。哦，你看到了呀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分手吗？没问题。我笑了，就分手这么简单？我花在你身上的钱，给我1分不少的退回来，不然我让全公司都知道你做鸭。你放屁，我没做鸭，做没做你心里清楚。给钱，罗毅是舍不得这份工作的，虽然公司不大，但很有发展前景。他又刚评上了最佳客户经理，正春风得意着呢。你想要多少？罗经理，您稍等。我回房翻出一份长达5页4纸的账单，甩到他面前。您过目。罗毅的手都有点颤抖了，也不知道是吓的还是气的。他说：“温婉，合着你在这儿等我呢？”我理所当然：“没错，我早就防着你了。谈恋爱给你花钱是我心甘情愿，但你要是绿我，就别怪我不讲武德。”我又把保存的聊天记录伸到他面前晃了晃。罗经理，今晚我收不到钱，明天他们就会出现在每一位同事的邮箱里。罗毅深吸一口气，温婉，是我看错你了，你眼睛挺瞎的。微信还是支付宝、QQ 钱包也支持。转完账，罗毅一言不发地开始收拾行李。我倚在门边，看他把各种物件撒气般一股脑全塞进箱子里，
把箱子堆得鼓鼓囊囊。需要帮忙吗？我笑眯眯地问。他回过头，一脸怀疑地望着我。我又没说免费。我摊手。罗毅眼神冒火地拖着他那盖都盖不上的行李箱摔门走了，说一点都不难过，是假的。如果不爱他，我不可能给他花那么多钱，钱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我省吃俭用地养着罗毅，自己的衣服、包包、化妆品反倒全买的最廉价款式。我任凭他像只蚂蟥一样附在我身上，源源不断地吸我的血，最后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背叛。我不是傻，我是真的爱过，但到此为止了。我把罗毅没有带走的东西一件件装进纸箱，扔到楼下垃圾桶里，然后叫了一大桌宵夜，庆祝自己开启新生活。第二天，我照常上班，才坐下，部门主管陶欢就气势汹汹地冲到我面前：“温婉，你手上的项目别做了，去把厕所刷了。”陶欢是我的直属上司，她一身西装配包臀裙，长发大波浪，风情万种的模样，不知迷倒了多少公司小男生。我不太喜欢她，因为家庭原因，我对公司管理层的龌龊事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。陶欢这个女人能力不怎么样，讨好领导的手段倒是一绝。偏偏我那当董事长的小姑父很吃这一套，捧着她，让她当上了项目部门主管。但我既然扮演的是普通打工妹，就不可能将这种不喜欢放在脸上。平日里对她还是礼貌客气的，今天她突然找我茬，实在有点蹊跷。我耐着性子问道：“陶主管，怎么了？项目出问题了吗？”陶欢冷哼一声：“项目没问题，是做项目的人有问题。你的项目由我接手，保洁阿姨请假了，正好你去替她。”我思来想去，昨天得罪的人只有罗毅，难道陶欢和罗毅的关系已经好到需要假公济私替他报仇了吗？突然觉得自己头顶更绿了。我试图讲道理：“陶主管，这个项目是我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和心血才拿下的，其他人恐怕做不了。”陶欢一撩长发：“别操心那么多，刷好你的厕所吧。”我稳住心态，握了握拳：“行，没问题。抢我项目还让我去刷厕所是吧？陶欢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”我把项目资料中几个关键数据不着痕迹地做了一些改动，交给陶欢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绝对发现不了。这个项目是我争取来的，谁也别想侵占我的劳动成果。我等着陶欢搞砸。接着，我戴上口罩，抄起保洁阿姨临走前塞给我的马桶刷，面不改色地进了厕所。刷到最后一间的时候，外面进来几个女生，她们没发现我，自顾自地闲聊着。晚上又跟陶姐去嗨。对呀，她新认识的几个小哥哥长得都还不错呢。真的吗？哎，可是他们太势利了，不发红包就不理人。瞧你说的，漂亮男人能不花钱吗？他们口中的陶姐自然是陶欢了。陶欢似乎在拉皮条，我得去看看。下了班，我跟在陶欢身后进了一家酒吧。酒吧里音乐暧昧，灯光迷离。我在陶欢不远处的位置坐下，很快他身边就聚集起一群男男女女。我仔细看去，好家伙，罗毅也在其中。他搂着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，笑得温柔无比，还亲手将果盘里的葡萄一颗一颗剥去外皮，送到女人嘴边。我和他在一起1年，他连个苹果都没帮我洗过。更离谱的是，那女人聊着聊着，甚至把脚架到了罗毅大腿上。罗毅顺着这个姿势帮女人脱了鞋，轻车熟路地替她做起按摩来。我看得胃里翻江倒海，万万没想到罗毅为了钱竟能不要脸到如此地步。我走到吧台，随手招了一个酒保：“
帅哥，打听点事，那一桌你熟吗？我指了指陶欢。酒保意味深长地笑了。我们不方便透露客人隐私。我，支付宝还是微信？1000够吗？酒保挑眉，把收款码往前推了推。一场隐秘的金钱交易就此顺利达成。那一桌，主位的姓陶，大家都叫她陶姐，经常带一些俊男靓女过来聚会。当然了，如果有钱，不俊不靓也能参加，各取所需，互相牵线。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大型的婚恋派对。笑死，好一个特别的婚恋派对。那你知不知道怎样才能参与他们的聚会呢？酒保眼珠转了转，这又是另外的价格了。我加码3000。酒保翻出一张名片，递给我，祝你好运。我插上新买的手机卡，捏着嗓子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，果然是陶欢。他完全没听出我的声音。我按照酒保传授的话术跟他说明来意后，他非常爽快地加上了我的微信。我给自己立的人设是单纯好骗的寂寞富婆。陶姐，我今年25岁，未婚单身，不想和家里介绍的人联姻。我喜欢那种帅一点、体贴一点、嘴甜一点，最好还擅长打游戏的男孩子。陶欢，哈哈，家族联姻确实没意思，等着陶姐给你找。很快，陶欢发来几份简历，制作精美的表格上姓名、身高、体重、性格、特长一应俱全，照片更是清一色的精修照。陶欢，看看喜欢哪个？他们可都是和陶姐很熟的优质男青年呢。优质个屁！我心里啐道。罗毅的简历被排在靠后的位置，我假装挑挑拣拣了半天，终于选定他。谁知陶欢却支支吾吾起来：“妹妹，罗毅最近身体不太好，要不你换一个？”身体不太好？他昨晚不还活蹦乱跳的吗？可我就看中他了，加个好友聊聊天，不做什么也不行吗？陶欢又发来几张简历：“妹妹，罗毅真的有事，你选其他人，介绍费我给你打8折。”陶欢的态度过于奇怪了。按理说，罗毅一个人勾搭3、4个富婆，多我一个也不多吧？除非一个大胆的想法缓缓浮现，除非陶欢真的看上了罗毅，不惜自打折扣拒绝我，就是为了让罗毅少和别的女人纠缠。哎呦，太刺激了！对于陶欢的建议，我没答应，也没拒绝，只说考虑考虑，带着探究的心情。第2天刷厕所都更有劲了。温婉，温婉。同事小李一边高喊着我的名字，一边冲进厕所。他夺过我手中的马桶刷，道：“赶紧跟我走。”我被小李拽着一路跑回了项目部大厅。陶欢正火冒三丈地站在大厅中央，见我来了，手一扬，一叠厚厚的文件劈头盖脸地朝我砸过来。我稍稍侧身，完美躲过。陶欢更气了，直扑到我身上，掐着我的脖子：“贱人，你敢害我！”看见那叠文件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陶欢没有辜负我的期望，果然搞砸了。我用力扯开他掐我的手，憋着眼泪装可怜：“陶主管，你怎么了？快放开我，有话好好说。”其他同事见状，纷纷上来劝架：“陶姐，算了吧，这个项目实在太复杂，还是还给温婉吧。”“对呀，陶姐，公司的利益重要，别意气用事，万一被董事长知道怎么办？如果眼神能杀人，我此刻恐怕已经被陶欢千刀万剐。”挣脱陶欢魔爪后，我捂着脖子上鲜红的掐痕，蹲在地上呜呜哭起来。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顿时充满同情。这一局毫无悬念的，我赢了。下班回到家，我打开专门用来联络陶欢的微信，给他发消息：“陶姐，
我仔细想了想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姓罗的小哥哥。不瞒你说，他和我几年前去世的男朋友长得特别像。我看到他照片的第一眼就觉得我男朋友又回来了。桃姐，你行行好，帮帮我吧，交多少介绍费我都愿意。我倒要看看陶欢是更爱罗毅，还是更爱钱。半小时后，陶欢回道：好吧，我尽量。呵呵，还是更爱钱嘛。罗毅对待富婆主动且热情，刚通过好友申请就迫不及待发来消息：小姐姐你好呀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后面还跟着一个萌萌哒的表情包，看得我一阵恶寒。我配合他演道：你好你好，桃姐给你介绍了我的情况吗？罗毅：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加上你好友的第一感觉也很熟悉呢，大概我们之间真的有特别的缘分。呸，你我本无缘，全靠我花钱。我和罗毅一直聊到深夜，看得出来他十分愉悦，不仅因为我发的那几个巨额红包，更因为我了解他，知道他爱听什么，不哄好他，怎么套出更多信息呢？1个月过去，罗毅的心理防线终于被我源源不断的糖衣炮弹所击垮。他主动邀请我参加下一次酒吧聚会，我知道他想探探我真正的经济实力，以及我到底长什么样，但我不可能答应他。于是我说，我们才认识1个月，这样见面太轻浮了，而且我长得比较丑，怕见面以后你会失望。我甚至特地 P 了一张看起来很真实的丑照发给罗毅。罗毅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，回道：笑笑，别把外貌看得太重要，你纯白无瑕的心灵才是我最真实的。和笑是我给这个假身份捏造的假名，取何其可笑之意。我继续推脱：再给我一段时间吧，等我们的关系真正稳定下来，我一定飞奔去见你。聚会当天，我乔装打扮了一番，早早等在酒吧附近。陶欢是坐着一辆豪车来的，豪车十分眼熟，我忍不住凑近看了看，谁知这一看就看出事了。豪车驾驶座上坐着的竟然是我那担任公司董事长的小姑父，他姿态亲昵地送陶欢下车，和陶欢道别，甚至还吻了一下。我整个人如遭雷劈，这是什么家族秘辛被撞破的死亡场面？我呆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，难怪陶欢能力那么差，却顺风顺水的当上了项目主管，真是小瞧他了。我稳住心态，跟进酒吧，在陶欢的隔壁桌坐下。罗毅还没到，陶欢显得有几分心不在焉。酒过3巡，罗毅终于来了。他入席后没有和哪个富婆搂搂抱抱，反而一个人坐在边缘喝闷酒。陶欢看他的目光既庆幸又担忧，其中深情根本掩饰不住。其他人也发现了罗毅的反常。罗哥今天怎么一个人？是啊，这可不像我们罗哥的作风。你家富婆姐姐呢？罗毅晃晃手中酒杯，语气淡然：早分了。分了？为什么？你傻呀，肯定有新欢。罗毅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陶欢脸色阴沉下来，用一种半规劝半警告的口吻说道：那个何笑家里是要联姻的，你和他谈恋爱玩玩没什么，把真心搭进去就得不偿失了。罗毅，我心里有数。他态度敷衍的我一个旁观者都有点于心不忍了。看来糖衣炮弹没有白费，接下来的话题没什么营养，我索性走向吧台。酒保小哥哥今天又值班，但他没认出我。我摘下墨镜，问：打探情报什么价位？他终于反应过来：是你呀，上次进展怎么样？我挺顺利的，就是有点小意外，想确认一下。说着，我指了指罗毅：诺，我钓上他了。可我发现他和桃姐关系好像不清白，我怕被坑，
酒保小哥哥伸头瞥了一眼，笑道：“你感觉还挺敏锐。”我识趣地掏出手机，对准收款码扫了5000，详细说说。那个男的挺有手段，才来没多久就把桃姐鼓住了，哄得桃姐给他介绍了不少优质富婆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不过桃姐对他示好的时候，他又挺抗拒的，估计是不想惹麻烦。惹什么麻烦？酒保小哥哥凑近我，声音压低道：“惹桃姐情夫的麻烦呗。”我故作诧异，他有情夫？可不，在一起2年了，有钱有势着呢。你说万一被发现，姓罗那小子还怎么混？酒保小哥哥在此处十分生动地配了一个手抹脖子的动作。我拍他肩膀：“兄弟，你不去情报局真是屈才。嘿，这不是拿了你的钱得替你消消灾吗？反正我看你对他也不是真心的，早跑早好。”没错，我只想报复，真心什么的早就被他挥霍一空了。回到家，我给罗毅发消息：“今天玩得开心吗？”罗毅，你不在，我怎么会开心？我想了想，告诉他，虽然我没去，但我正好有个朋友今天在你们聚会的酒吧，他看到你了。他说你和一个女人姿态亲密。咦，你是不是生我气，变心了？其实我根本没注意罗毅聚会时做了什么，但我猜陶欢肯定黏着他。罗毅沉默了3分钟，回道：“对不起，笑笑，我应该早点向你坦白的。你朋友看到的女人是桃姐，她对我确实有一些莫名的情愫，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她。我发誓。”我表现出怀疑：“真的吗？你真的为了我拒绝了那么优秀的女人？”陶欢不管在公司还是在他的人际圈，都刻意营造出一种精英女强人范儿，所以我这么问并不算太尬。罗毅急了：“笑笑，你相信我，我对你是12分的真心。况且桃姐并不是什么完美女人。”不出所料，为了赢取我的信任，罗毅主动将陶欢那些破事全抖了出来，为我原本已知的信息做了一个极大补充。2年前，陶欢成为我小姑父的情妇后，便在公司开展起了副业。他专门诱惑公司长得好看的男男女女，组成所谓的婚恋派对，靠收取高额介绍费发家致富，赚得多了，心思也越飘。陶欢渐渐不再满足于我小姑父，毕竟他年纪大，颜值低，又不会花言巧语。于是陶欢把目光投向了罗毅，他提出让罗毅当他的地下小情夫，许诺给他升职加薪、买车买房。罗毅却没有答应，他说宁愿穷着，也不愿意做那样不干不净的人。我白眼差点翻出天际。最后罗毅疯狂向我证明他的真心，说只要我同意，明天就可以去领证。这一手算盘打的，月球上的玉兔都听见了。我回到家，托人弄到公司全套门卡，趁夜偷偷溜进陶欢办公室。陶欢办公室也布置得非常精英女强人风格，各种摆设名贵而精致。不了解他的人根本想象不到那里多么放荡荒唐。我打开他的电脑，试图寻找有用信息。陶欢不是个谨慎的人，仗着门禁和员工们对他的惧怕，连电脑密码都没设置。搜索一番后，一个名为秘密的文件夹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文件夹里有上百张表格，分别记录了他每一笔婚恋派对介绍费的具体金额，以及交易双方信息。我点开罗毅的，他的第一条记录显示在9个月前，也就是说，他和我恋爱不到半年就开始勾搭富婆了。从头数下来，共计17笔，每个月换2个富婆的节奏。另外，还有一张陶欢收送礼物的清单，前半部分大多是收到来自于小姑父的礼物，后半部分才偶有送出。
收礼人意料之中的全是罗毅，其中包括一块价值600万的手表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小姑父去年生日的时候，小姑姑就送了他一块这样的表。亏罗毅跟我装的那么冰清玉洁，大义凛然，奥斯卡不颁个小金人都委屈他了。我把查到的证据一一保存好，离开了公司。接下来我要送陶欢一份大礼，以答谢他安排我刷厕所的经历。陶欢的交易流水和礼物清单被我打印成巨幅海报，趁早上5点天还不亮的时候铺满了公司每个角落。等陶欢和董事长小姑父双双到达时，同事们已经津津乐道地谈论半天了。小姑父脸色瞬间铁青，捂着胸口站都站不稳了。他抖抖索索地指向陶欢：“你给我滚到办公室来！”后勤部门也立即派人清理海报，然而没什么用，大家已经拍照保存了。陶欢眼见丑事败露，董事长小姑父怒气直拉满，下意识就想往外躲。这时，小姑父一改往日大腹便便、老卖龙钟的富态相，2步冲到陶欢身后，紧紧锁住陶欢胳膊，不让他跑。陶欢当机立断，扭头一口咬在小姑父手上，痛得他连退几步，直喊：“给我抓住他！”几个男同事听令，上前按住陶欢。小姑父这才扯着陶欢的头发，在一连串尖叫哭喊声中，将他拖入了董事长办公室。董事长办公室的门被大力关上，任由同事们再好奇，也无法得知里面发生了什么。我有点担心气急眼的小姑父会杀了陶欢，火速打电话回家，让他们立刻进行下一步计划。我早就把小姑父出轨的事和家里通了气，全家意见一致通过，让他净身出户，把他靠我家扶持才发展起来的公司和财产全数回收，然后由我来继承他的公司。几分钟过去，小姑父果然拉开门，在众人探究的目光中，步履匆匆地奔向电梯，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。陶欢则委顿在地，大波浪长发遮住的面容上涕泪横飞，无比狼狈，没人进去扶他。罗毅更是缩在一边，头恨不得埋进文件堆里。清算小姑父接任公司后，我只做了2件事：第一，压下公司易主的消息，除极个别高层外，没人知道温婉变成了董事长；第二，罗毅和陶欢都被我原封不动地留在公司，继续任职，仿佛那天的闹剧从来没有发生过。起初，他们俩还战战兢兢地等待人事部的辞退通知，后来陶欢不知从哪里得到董事长换人的零星消息，于是又昂首挺胸，重操旧业。不仅如此，没了小姑父这道障碍后，他对罗毅的追求更加火热直接，上下班堵着门接送，每天1盒爱心便当，各种小礼物层出不穷。有人羡慕罗毅的好福气，也有人说陶欢这样的福气倒贴我都嫌脏。罗毅其实是很恼火的，他虽然贪图陶欢的礼物，内心却十分瞧不上陶欢，觉得他当了有钱人的情妇，不干净，配不上自己。至于我为什么会知道，当然是因为陶欢正式开始追求罗毅后，就再也不给他介绍其他富婆了，所以他对仅剩的和笑异常诚实。面对罗毅的坦白，我一边安慰，一边挑拨：“请你不要因此自责，优秀并不是你的过错，相反，你主动告诉我这些，我很感动。不过，陶姐的问题确实需要好好解决一下。我只要想到她每天在你身边打转，就充满了不安全感。”罗毅是个聪明人，肯定明白我的意思。假身份何笑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来电显示：陶欢，
看样子罗毅给陶欢下了一剂猛药，激得他直接找我了。我捏着嗓子接通：“喂，陶姐，有事吗？”陶欢语气明显带着愤怒：“何笑，你和罗毅的关系到此结束，介绍费我退你一半。”我委屈巴巴道：“陶姐，我和罗毅是真心相爱的，为什么要拆散我们？”陶欢，你懂什么真心相爱？他都是骗你的，他根本不喜欢你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陶欢顿了顿，换上一副语重心长的口吻：“何笑，你是个好女孩，陶姐实在不忍心看你沉沦下去。罗毅他根本就是别人的情妇。陶姐，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！”陶欢随即把罗毅和他暧昧的聊天记录打码发给了我，道：“这是罗毅和另一个女人勾搭的证明，他脚踩两只船。”我忍不住想笑，陶欢和罗毅果然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互斗丑事的剧情都一模一样。我假装沉默了半晌，下定决心道：“陶姐，我还是爱他，他已经向我承诺了，不会再和别的女人纠缠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只要未来属于我就好。”陶欢大概也没想到何笑如此恋爱脑，最后只能阴沉沉地说：“好，那下次聚会你和罗毅一起过来，我当面祝福你们。”陶欢的意图无非是想把我比下去，让罗毅回心转意。毕竟我从来没露过面，很多人对我富婆的身份存疑。我爽快地答应了，这个舞台也该轮到我登场了。我主动和罗毅提出参加下一次聚会，罗毅惊喜万分。如果我长得特别出人意料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罗毅笑笑：“胡说什么呢？你永远是我心里最美的。”好，希望明天不会让你失望。聚会当天，我特地起了个大早，换衣服做造型，看着镜中妆容精致、搭配得体的自己，心中不禁涌上一股巨大的期待感。不知道罗毅和陶欢待会儿看到我会是什么表情呢？我开着自己那不逊色于小姑父的豪车，准时来到酒吧，但我没有直接入座，而是先弯去吧台。酒保小哥哥仍然勤勤恳恳地值着班。我站到他面前：“兄弟，我美吗？”酒保小哥哥攥着酒杯，抬起头打量了我半天，结结巴巴道：“你怎么忽然变样了？整容了吗？”我平常的时间大多花在工作上，很少费心思倒腾自己，他会有这种错觉，一点也不奇怪。我笑了笑：“姐姐今天请你看好戏。”说着，陶欢和罗毅来了。陶欢意料之中的也开了大，裙子比平时更短，领口比平时更低。罗毅时不时地看一眼手表，似乎在着急我为什么还没到。陶欢蹭到他身边：“何笑呢？他不会不敢见人，临时爽约了吧？”罗毅，早跟你说，这种面都不敢露的女人不靠谱，什么富婆人设，没准都是装的。聚会时间1分1秒过去，陶欢嘴边笑容越发灿烂，罗毅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疯狂给我打电话。等到第17个电话的时候，我终于接起。罗毅焦急中带着几分庆幸：“笑笑，你堵车了吗？我们都在等你。”我没再掩饰我的声音：“到了，你往右看。”我摘下墨镜，将最完美的姿态展现在众人眼前。罗毅眼睛都亮了，他站起身，不由自主地朝我靠近。只是随着距离的缩小，他脸上很快出现一种疑惑的、不可置信的神情。毕竟是我谈了1年的男朋友，比所有人都迅速地发现了何笑就是温婉，温婉就是何笑这一事实。他脸色骤然灰白。我笑道：“怎么，不是说好不惊讶、不生气的吗？”罗毅嘴唇嗫嚅了几下，最后只磕磕绊绊地吐出“温婉”2个字。
现场认识我的人都震惊了，包括陶欢。我态度自然地向他们招招手：“大家好，我是何笑，也是温婉。这段时间跟大家开了个小玩笑，今天特地前来赔罪。”我示意酒保小哥哥帮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东西堆在桌上，道：“一点礼物不成敬意，大家随便挑。”昂贵奢侈品的包装显然打动了很多人的心，只不过碍于陶欢喷火的目光，没人敢动。陶欢用食指点着我的脑袋，胸口起伏越来越剧烈。原来是你在搞鬼。接着他手一扬，把所有礼物袋推翻在地，噼里啪啦，被包裹的东西四散开来，呈现在众人面前。有眼尖的马上发现不对劲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大家纷纷低头，一捆一捆的，不像什么奢侈品。捡起细看，竟然是陶欢的账本。没错，我照葫芦画瓢，把陶欢的交易记录整理成账本，定制了10几份。虽然大家都默认要给陶欢交钱，但当一桩桩、一笔笔的交易金额真的摆到面前时，还是令人无比震撼。这个女人竟然从他们身上敛了那么多财。更窒息的是，每个人收费标准、匹配对象标准都不一样，顿时就有人心里不平衡了。陶姐，为什么我交的钱比他们多？陶姐，你给我备注铁公鸡是什么意思？陶姐，你说哥哥有女朋友了，不能介绍给我，却转头把他介绍给别人。陶欢解释不过来，只能发疯般打掉每一个人手上的账本，怒吼：“温婉，公司的事也是你做的吧？我要你好看！”他抄起桌上一只盛着酒的酒杯，劈头盖脸砸向我。我早有警觉，正准备闪避，罗毅却忽然冲到我身前，愣是替我受了这一砸。酒水顺着他额头一路下淌，流了满身，伤口处更是渗出丝丝鲜血。罗毅还不忘飙演技：“温婉，不管你为什么骗我，毕竟一夜夫妻百夜恩，我是不会让别人伤害你的。”我惊呆了，心想：兄弟你可真敬业。罗毅见我愣着不说话，以为我被感动坏了，伸手就要抱我。我一个机灵，狂退5米。陶欢更加抓狂：“罗毅，你疯了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为了他反抗我？何笑是假的，是温婉编出来骗你的。他不过一介小穷光蛋。”罗毅迟疑了，虽然他肯定何笑这个身份是假的，但我伪装期间给他发的大大小小的红包礼物都是真金白银。挣扎了一阵，他正式和陶欢撕破脸：“陶欢，我被你蒙骗利用9个多月，从现在起，我们一刀两断。”陶欢眼泪唰地流下，他大概怎么也想不通，那个哄着他、顺着他的男人为什么变成了今天这副模样。其实很简单，陶欢和我小姑父的事情败露后，他再也无法从公司捞到什么好处。今天聚会账本又被曝光，这个圈子恐怕也很难再维持下去。没了倚仗的陶欢如何供得起罗毅的野心？反倒是我伪装后表现出的财富底气更符合他的追求。这一刻，我甚至觉得陶欢有点可怜，自作自受。不过如此，戏演得差不多了。我从包里翻出2个信封，分别扔到罗毅和陶欢面前。罗毅拆开看了个开头，信封便从他手上滑落，标题位置大大的辞退通知书5个字，无比醒目：我，罗经理，陶主管，明天记得来公司办手续。说完，我再无留恋，转身上车回家。罗毅一路跟到门口，甚至装模作样的追着我的豪车跑了几百米。我真应该建议他少看些偶像剧的。第2天是我公开接任公司的日子，我换上剪裁得体的女士西服，将头发优雅地盘在脑后，
用淡妆点缀面庞，最后精气神十足地坐上董事长办公室中的老板椅。等陶欢和罗毅一到，就正式开始接任大会。我要让这两位狗男女切身体会一下，什么叫悔不当初。办完离职手续的二人灰头土脸地回到工位上收拾东西。我示意秘书，可以开始了。新董事长就职仪式马上开始，请各部门员工有序进入会议室。广播中一遍遍重复着消息。我抬头挺胸，大步经过罗毅和陶欢，走向会议桌主位。不用偏头，我已经感受到罗毅热烈的目光。他和陶欢两人不约而同地缩在门外，盯着我。我按照流程做了就职讲话和工作部署。结束时，他们俩仍然没有缓过神来，直到同事们陆续撤出会议室，罗毅忽然撕破脸皮般冲到我面前，扑通一声，膝盖重重磕在地面上。他竟然对我下跪了。温婉，你原谅我吧，之前是我错了。其实我心里从来没有停止爱你，再给我一个机会吧。温婉，我知道你也还爱我，不然你不会为我精心设下那么大一个局。你舍不得我，对吗？罗毅的手紧紧抓住我右腿。我没想到他如此耍流氓，当即用力一脚把他蹬翻在地。罗毅，能要点脸吗？大家都看着呢。我不要脸，我只要你。我呵呵笑了2声。再给你一个机会。对，再给你一个背叛我的机会吗？不，我不会。我打断罗毅的话，道：我不可能允许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。从你背叛我那一秒开始，就注定了今天的结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远处传来一阵尖利而疯狂的笑声。陶欢表情扭曲：罗毅，你还是跟我一起下地狱吧。我拍了拍罗毅的脸，看看陶欢对你多深情。我建议你们俩从今以后一辈子锁死，永不分离。二人最终被保安拖拽着请离了公司，而我温婉也终于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轨中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男友是个画饼大师，恋爱3年，他吃我的住我的，骗走我的身份证，借高利贷，被我发现后满不在乎。老婆，等我有了钱，绝不让你受一丁点委屈。可等他赚了钱，转头就娶了白月光，留给我的只有千万负债。重生后，身患白血病的他奄奄一息，躺在病床上求我捐骨髓。我认真点头。江浩，我这么爱你，怎么忍心让你去死？看着他感动的神情，我在心底冷笑。画饼吗？谁不会呢？婉言，嫁给我，我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单膝跪地的江浩手拿一颗硕大的钻戒，怀里那捧劣质的塑料玫瑰散发着刺鼻气味，熏得我蹙起了眉。江浩见我没有立马答应，一下失去了耐心。你怎么磨磨蹭蹭的？亏我还花光所有的钱给你买了这么大颗的钻戒，你知道这有多贵吗？我的视线落在了那枚钻戒上，心里暗自冷笑。没有谁比我更清楚这戒指的价格。前世我被江浩骗走身份证，欠下千万贷款，后来债主上门逼债，江浩直接失联，走投无路之际，我去当铺想要把戒指卖了换钱，毕竟这是3年里江浩留给我唯一值钱的东西。可我却被告知这戒指只值50块。承受不住打击的我双眼一黑，当即瘫软在地。当铺老板连忙掏出手机拨打120，而我想到高昂的急救费用，硬撑着从地上爬了起来。给江浩捐完骨髓后，我的身体大不如前，回家的路漫长的没有尽头。我一步步艰难向前走，心如刀割。3年的感情
到头来只剩下一副病躯和巨额负债，我真的好恨。此刻我看着江浩不耐烦的神情，一旁的闺蜜满眼担忧，欲言又止。可下一秒，我恢复了往日温顺的性子，红着眼点点头道：“我愿意。”江浩见状大喜，迫不及待将戒指套在我的无名指上，戒圈明显买小了1寸，卡在我的指节，进退两难。江浩动作一致，随即不满地嘟囔着：“你最近怎么胖了那么多，连戒指都戴不进去了？”闺蜜终于忍不住骂出了声：“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吧，江浩，和你在一起这些年，妍妍瘦得不成样子，你哪来的脸说她胖了？”江浩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却仍旧死鸭子嘴硬：“不可能，我就是按照她的尺寸买的。”闺蜜还想骂人，我却出声打了圆场：“我最近确实是胖了点，所以才戴不进去，不关江浩的事。”江浩见状松了一口气，看着闺蜜的眼神更加得意：“我就说是你胖了吧，不过你真该减肥了，不然到时候在季华酒店办婚礼，大家看到新娘这么胖，我的面子往哪里搁？”话音刚落，闺蜜的白眼都快翻到后脑勺。季华酒店办一场婚礼，少说都要100万，你现在连100块都拿不出来，吹牛也要讲基本法吧？被当中戳穿，江浩顿时恼羞成怒，正欲反驳，我却站出来为他说话：“丽丽，别这么说，江浩说过会给我最盛大的婚礼，我相信他。”闺蜜气得想给我2拳，而江浩却更加得意，一把拦过我，深情款款道：“老婆，我就知道只有你相信我，你把你身份证给我，我去民政局排队预约。”闺蜜想要阻止，我却从包里拿出身份证递给她，柔声道：“快去吧，别误了时间。”俨然一个沉浸在幸福中的小女人样。而江浩在拿到我身份证后，眼里掠过一丝狂喜，抱着我亲了一口后扬长而去。等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口，闺蜜忍不住骂道：“这江浩到底为你吃了什么迷魂药？这几年他靠画饼骗了你多少钱？你怎么还这么相信他？”我从包里拿出江浩的体检报告递给他，气定神闲道：“他都快死了，你就让他过过嘴瘾吧。”江浩是画饼大师的事，人尽皆知。在一起的3年，他靠着一句句不切实际的承诺，为我编织了一场华丽的幻梦。所有人都说我傻，着了他的道，可我却甘之如饴。前世闺蜜丽丽跟我绝交时，恶狠狠地警告我，恋爱脑没一个好下场。可我却认为江浩没有在画饼，等他赚到了钱，就凭这3年我们相濡以沫的情谊，他一定不会抛弃我。就算他以结婚为借口骗走我的身份证去借高利贷，我都对他残存一丝希望。直到他踩住风口赚到了钱，我以为他会给我曾经承诺的未来，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他要跟白月光订婚的消息。他结婚当天，我被债主堵在家中，轮番凌辱。万念俱灰之际，我拨通了他的电话，可他却冷笑道：“你自己欠的债，我凭什么要帮你还？”我仿佛被人打了一棍，半晌后才颤抖着说：“你不是说这些钱你来还？你还说要和我结婚。”话还没说话，他就在电话那头嗤笑，说：“你傻，你还真单纯。”那些话上下嘴皮一碰就说了，我都没当回事，你还真听进去了，真是个蠢货。说罢，他毫不留情地挂了电话，而我选择从楼顶一跃而下。濒死之际，我发誓，如果一切能够重来，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。此刻丽丽看着手中的诊断书，眉心皱得快要凝出水来。她知道这件事吗？我狠狠擦拭着被她亲吻过的脸颊，冷笑道：“她当然不知道。”
说完，我将诊断书拿过来撕得粉碎。而且他永远不会从我这里知道。前世我发现江浩得了早期白血病，连忙送他去了医院。住院期间，都是我在病床前伺候。他的父母告诉我，要想进江家的门，就要履行江家媳妇的义务。而后发现我的骨髓配型成功，又逼我捐出骨髓救下江浩。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江浩很快康复，可我却因为后遗症落下病根，而他却开始嫌弃我是个病秧子，让他在合作伙伴面前丢尽了脸面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恨得咬牙切齿。丽丽一脸不解：“你既然都知道他要死了，为什么还要答应他的求婚？还给了他身份证。”我挑眉看向他：“不给他身份证，怎么让他进局子？”说着，我掏出手机报了警。“警察同志，我要举报，有人盗用我的身份证进行非法借贷，请你们速速出警。”我和丽丽出去玩了1周，期间手机关机，与世隔绝。1周后，当我悠闲地走进警局，看到鼻青脸肿的江浩时，我把上辈子的伤心事都想了一遍，才让自己没有笑出声来。这段时间，他跟放贷的人关在一起，想必受了很多关照。一看见我，他顿时两眼放光：“妍妍，快把我救出去！我快被打死了！”我没来得及开口，警察就将我的身份证和还未签名盖章的借贷证明交给了我。顾婉妍女士，1周前我们查获了一处非法放贷的窝点，在现场发现江浩用你的名义借了300万高利贷。江浩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仓皇地否认：“妍妍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”此话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气笑了，警察更是无语。如果不是我们出警及时，钱款还未到账，你知道你最终需要偿还多少钱吗？我知道，上辈子这300万利滚利落到我头上，变成了1000万。靠着这300万，江浩逆风翻盘，踩到风口赚了上亿，却连偿还这1000万都不肯。此刻看着神色慌张的江浩，我却淡然地笑了笑：“谢谢警察同志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相信他不会害我。”话毕，在场的人顿时骂声四起，直言没见过我这么蠢的女人，被人卖了都还帮人数钱。而江浩却一扫颓势，满脸得意地跟我走出了警局。刚到家，他便坐在沙发上骂骂咧咧，不知道是哪个该死的举报，真是倒霉。这下项目筹款期结束了，我还拿什么翻盘？我背对着他，悄然勾起唇角。令江浩翻身的项目已经在昨天截止筹款了。我知道他要面子，故而不会打电话给父母，而他身边可以信任的人只有我。这下江浩想要翻身，难如登天，但这还不足以消解我心头的愤怒。我缓缓走过去，挽住他的手，劝慰道：“别生气，这个项目虽然前景不错，但投资回报周期太长，谁知道中间会出什么变故？或许是老天爷想帮你一把，才让你错过这个机会呢。”江浩面色缓和了些，可随即又皱紧了眉头。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遇上这么好的机会。我的嘴角悄然勾起，铺垫了这么久，我就是在等这句话。说起机会，丽丽倒是给我推荐了一个不错的理财产品。说着，我掏出了手机，点开了某 P2P 的理财软件递给她。这是刚兴起的 P2P， 听说年化收益能到80%，好多人都在买。江浩一听，瞬间来了精神，拿过手机仔细地查看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放下手机，眼里还有一丝犹豫。这么高的年化收益，该不会是骗子吧？我赶紧解释：“你别忘了，丽丽老公是做投资的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，
不靠谱的东西他会介绍给我吗？见他还是不信，我点开软件的账户界面，给他展示我的收益。你看，这是我上周买的，不到1周就赚了这么多。这下江浩彻底放下心来，看着我飘红的盈利，止不住羡慕。你这闺蜜真不赖，把这么好的东西介绍给你。我趁热打铁道。丽丽说了，咱们打的就是时间差，现在知道的人不多，赶紧买入，占住坑位，不然到时候想买都买不了了。此话一出，江浩彻底坐不住了。可他现在都比脸还干净，哪来的钱投进去？他瞬间想到我这个冤大头，连忙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。妍妍，你能……还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掏出了一张银行卡递给他。老公，我知道你现在不宽裕，这10万你先拿着。江浩乐得合不拢嘴，一把将我抱起转圈。好老婆，前世我修了什么福分，才有你这么好的老婆？说罢，他将我放下，将那张银行卡牢牢握在手里，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。老婆，你放心，等我赚了钱，再也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明明是对我许下的承诺，可他的眼神半分都没落到我身上。你看，男人的承诺真的可以如此随意挂在嘴边。如果你相信了，相当于半只脚踏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我强忍着恶心，笑着回应：老公，你这么厉害，天生就是赚大钱的命。看着他得意洋洋的神色，我暗自冷笑。既然江浩这么会画饼，那我索性就塞一个又大又圆的饼给他，眼睁睁看他一口口吃下，直至肠穿肚烂，生不如死。江浩拿到钱，直接一把梭哈买了 P2P。晚上他心情大好，想跟我亲热，却被我以生理期为由拒绝了。他见状骂了我一句真扫兴，随即起床穿衣服，说去外面喝酒。我知道他要去他的小青梅相邻，前世江浩赚了钱，身价过亿，转头就跟相邻求了婚。而那时的我已经被债主逼入绝境，我联系不到江浩，便找到了他父母家中。可没想到相邻也在，彼时她已经怀了孕，小腹微微隆起，正在被江浩爸妈细心伺候着。见我来了，向林顿时阴阳怪气起来。哟，这不是浩哥的提款机吗？怎么都找到这里来了？我只感到天旋地转，咬着牙稳住身形，开口问道：江浩呢？向林站起身，得意洋洋地抚着肚子朝我炫耀：你和浩哥什么关系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我是他女朋友。女朋友？向林笑得前仰后合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才是他的女朋友，你只不过是浩哥的一条舔狗。你还真以为他会娶你吗？浩哥说他就没见过你这么好骗的女人，说几句好听的话哄一哄，不仅给税，还心甘情愿地掏钱出来，真是蠢到家了。说着，他转身从茶几上拿起一个烫金的结婚请帖，啪的一声扔在我的脸上。我和浩哥就要结婚了，我警告你，离我男人远一点，不然我弄死你。说完，他便联合江浩的父母一起将我推出门外。直到那时，我才知道他和向林早就搞在一起了，而他之所以跟我在一起，无非是看上了我听话，愿意给他花钱而已。可我却相信他是真的爱我，这一切说到底都是我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但这一世，我绝对不会坐以待毙。想到这里，我下床打开行李箱，将之前和丽丽出去玩时买的钻戒拿了出来。为了做足戏，我特意买了那款号称一生一世的网红钻戒，当然用的是江浩的身份。我戴上钻戒，连同证书一起拍了照片发了微博，并配文：我是独一无二的，你也是。我知道向林悄悄关注了我的微博，前世他拿出手机
一条条念着我跟江浩相关的微博，脸上全是嘲讽，我的心也一刀一刀被凌迟。此刻看着窗外风雨欲来的天气，我心中一阵快意。今天这个觉，江浩怕是睡不好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江浩不知所踪，但我根本不慌。每天打开手机，看着 P2P 收益上涨的走势，盘算着江浩跟我撕破脸的日子。他现在有了本金，也有了赚钱的门路，我自然失去了利用价值。果然，在 P2P 收益到达新的巅峰时，江浩回来了，身后跟着春风得意的向林。1月不见，江浩的身形消瘦了许多，想来病情已经开始恶化，而他沉浸在赚钱的快感中，对此毫无察觉。他一见到我便开口：“婉言，我们分手吧。”我不着痕迹地看了眼刚装好的摄像头，然后开始了表演。只见我眼眶通红，眸子剧烈地颤抖着。江浩，你再说一遍。江浩皱着眉，正欲开口，身后的向林却迫不及待说道：“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浩哥都说了要跟你分手，怎么还死缠烂打上了？”我伸出手指向他，质问着江浩：“他是谁？告诉我。”江浩阴沉着脸，一语不发。向林见状走到我身前，得意洋洋道：“我是浩哥的女朋友。”啪的一声，我没忍住给了他一耳光。江浩瞬间变了脸色，将向林护在身后，冲我怒吼：“疯女人，你干什么？”我撕心裂肺地冲他哭喊：“她是你女朋友，那我呢？江浩，这3年你吃我的用我的，我都毫无怨言，就盼着你有天赚了钱翻身，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能够抬得起头。而你呢？赚到钱了，第一时间就找了这么个女人气我，你混蛋！”江浩被我毫不留情地揭穿，瞬间暴怒，连装都懒得装了，暴毙嘲讽道：“顾婉言，别给脸不要脸！当初是你死乞白赖，非要跟我在一起，我就用了你这么点东西。看你这斤斤计较的样子，怎么跟琳琳比？”说罢，他嗤笑道：“就你这样的，我在街上一抓一大把，随便骗你2句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拜托你照照镜子吧。”纵然是在演戏，面对他的羞辱，我的愤怒还是战胜了理智。下一秒，我直接狠狠给了江浩3巴掌。江浩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，被我打得口鼻喷血，直接瘫坐在地。向林没想到他这么不禁打，顿时慌了神：“你敢打人？我要报警！”我甩了甩手，满脸不屑：“你报吧，到时候传出去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更丢人。”向林自知理亏，只能悻悻作罢，蹲下身对江浩嘘寒问暖。我看得想吐，直接把人赶走了。被向林搀扶着起身的江浩捂着口鼻，还不忘给我放狠话：“顾婉言，这事没完，我们走着瞧。”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缓缓勾起了唇。这事当然没完，而且江浩这才刚开始呢。心中无男人，拔刀自然神。那天江浩离开后便销声匿迹了，而我把重心放在了工作和投资上。前世讨债的人闹到了公司，而我也因此丢失了几个谈了很久的大单。这下总算成功对接下来了。工作间隙，我把手里的所有资金都投资到了几只股票上。前世江浩有段时间痴迷炒股，我也跟着他看了一段时间的 K 线图，对那几只股票很熟悉。不到1个月时间，项目稳步推进，股票一路上涨，我的资产也跟着翻了几倍，重生一次。我不仅要报复江浩和向林，更要过好自己的生活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对得起这来之不易的机会。这些日子，江浩也没闲着，他撺掇了身边所有的人重仓 P2P， 甚至还抵押了父母的房子。刚开始，大家将信将疑，
直到看到了高额的收益，纷纷往里投入，而我和丽丽默默抛售了所有持仓，静待暴雷发生。这天，我在回家路上意外收到了江浩的电话：“你不是跟向林在一起吗？还来找我干什么？”我装出委屈的口气，全然是被背叛后吃醋的模样。对面的江浩听后反而放下心来，他好言好语地哄着我：“妍妍，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，但我跟向林都是他先勾引的我。”我默默打开了通话录音，继续与他周旋：“你上次当着他那样骂我，我要怎么相信你？”江浩赶忙找补：“上次是他把我逼得没办法，你知道的呀，妍妍，我有今天都是因为你告诉了我 P2P 的事。我江浩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？”他见我沉默了，连忙使出杀手锏：“如果我不爱你，为什么要给你买那么贵的钻戒？钻戒50块钱的东西，也亏他记得这么久。那破烂玩意我早就扔了，但我仍配合着他演戏。那你这次想干什么？”他见状便表明了来意：“妍妍，你知道我想给你好的生活，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现在 P2P 是我能看到的最好的机会。你把你那套房子跟银行抵押，把钱给我，等我赚了钱，我们马上就结婚。”说了半天，感情在打我房子的主意。那套房子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唯一遗产，也是我唯一的傍身之所。我没想到他居然连这个都敢惦记，虽然气到胃疼，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敷衍着。我的房子已经被我抵押了，现在市场这么好，我也不想隔岸观火。说到这里，我话锋一转：“但是你可以去找上次那个人借点高利贷呀。”江浩明显迟疑了一下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这风险会不会太高了？”我快气得吐血。他也知道借高利贷的风险，却任由我跳进火坑。从头到尾，他只把我当成可以利用的工具，而且根本就不会管我死活。想到这里，我咬牙劝道：“风险肯定是有的，但是你想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如果错过了，下一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了。”而后我凑近话筒，恶魔般低语道：“你已经错过了上一次机会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一次机会溜走吗？”电话那头的江浩一语不发，随后挂断了电话。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按照我说的去做。从他赚到第一笔收益开始，他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又过了1个月， P2P 经过连续的上涨，终于被戳破了泡沫，全面崩盘。一夜之间，许多家庭支离破碎。看着手机上触目惊心的新闻，我只能无奈苦笑。我并不是什么救世主，就算重来一世，凭我一人之力，又怎么能改变大的走向？能够护住身边的人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丽丽哭着给我打电话，感谢我。要不是我好说歹说阻止了她，那她和她老公所有的资产都会被套牢。可有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，我听说江浩父母把棺材本都搭进去了，这下血本无归，天天嚷嚷着要上吊。而江浩也是焦头烂额，他借了500万的高利贷，指望3个月之内狠赚一波回本，谁知道赔得裤衩子都没了。现在欠债的人天天堵在他们家门口，邻居见状纷纷让他们滚出去。丽丽听到这件事，乐得在床上打滚：“妍妍，真有你的，她这叫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。”我一边跟她聊天，一边开始抛售手中的股票。这几只股票现在日头正盛，所有人都对预期走势看好，但我知道再过不久，这些股票就会迅速下跌。花500日红，资本市场本就瞬息万变，太过贪婪的人终究会血本无归。但我仍旧保留了一部分，因为江浩还没有走到绝境，
而这些股票将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晚上，好不容易逃出来的江浩惊慌失措地敲响了我家大门。妍妍，我完蛋了 ，P2P 爆雷了，我现在背了上千万的债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刚打开门，江浩就把我一把抱住。他很久没有洗澡了，浑身散发着恶臭，熏得我胃里不住作呕。为了不露馅，我只能唉声叹气。谁不是呢？我也是把钱赔光了。江浩见状松开了我，脸上满是惊喜。我在心底叹一句：前世真是瞎了狗眼，看上这么个毫无人性的玩意。那你的房子？我转过身倒了杯水，悠闲地说道：还好我提前规划了资产配置，把抵押房子的钱投进了股市里。虽然存款赔光了，但还好股票给力，一来二去，至少保住了本金。说完，我状似惊讶地看着一脸震惊的他：你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投进 P2P 里了吧？江浩顿时脸色难堪，他没有回答我的话，半晌后走到沙发旁坐下，颤抖着开口：你说的是什么股票？我暗自勾起了唇角。江浩，别了，你这次已经血本无归，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赚回这些钱。股市都是投机倒把的东西，你别再赌了。我看似劝慰，实则提醒他，如果不走捷径，他这辈子都无法还清欠款。果然，听到这话，他瞬间暴怒。我现在只有赌这一条路了，不然我去干嘛？找个班上，一个月拿几千块钱，我打3辈子工都还不清这些钱。直到这时，我才看清他的面孔。他的脸颊已经瘦得凹陷进去，整张脸没有一丝血色，眼角和嘴角的伤口已经无法愈合，源源不断地进着鲜血，接连的大起大落让他的情绪濒临崩溃。他的病情怕是已经到晚期了，我必须要加快进程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叹了一口气，装作为难地给他看了那几只股票。电脑屏幕上满屏的红色已经让他迷失了心智，而我趁机在一旁推波助澜。我这几个月靠着这几只股票，本金翻了10几倍，但要不要买都取决于你。我只是听大家分析，接下来还会有一波大的涨幅，后面的话我没有必要多说，因为江浩已经完全陷进去了。许久后，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唾沫，转头看着我说：妍妍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，但你相信我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气得想笑，却仍旧面无表情地接过他画的饼。老公，我都明白的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这就够了。你看，其实男人的伎俩无非就这些，他们可以画饼，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？果然，江浩听后眼眶泛着猩红，终是狠下心对我说：妍妍，我求你帮我最后一次，等这一次结束了，我一定跟你好好过日子。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。听到这话，我假装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水，然后对他说：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现在所有的钱，包括房子的抵押款，都在这几只股票里了，我也在赌这一把。如果成了，我们这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；如果输了，那我也认栽。江浩被我梗得说不出话，可眼下他哪里来的钱再投入到股票里呢？正当他犯难时，我适时提醒道：老公，其实向林对你挺不错的，你要不找他借点钱？提到向林，江浩灰暗的眸子瞬间一亮。对呀，我怎么把他忘了？我生怕他会错意，连忙提醒。只是向林也是个小姑娘，怕是没有多少存款。哎，说到底是我没用。江浩此刻正上头，连忙抱住我安慰道：不是的，妍妍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向林没有钱，我会想办法从他那里弄钱的。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，我也不用听清。江浩能想到的，
无非就是偷向林的身份证去借高利贷，2辈子了，他还是没变，打着我都是为了你的旗号，为自己谋利，事后把责任都推给对方。江浩这个人其实谁都不爱，他只爱他自己，但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，而他也必将因为自己的自私而万劫不复。那天我送走了依依不舍的江浩，转头就抛售了手中剩余的所有股份。这段时间赚的钱足够我一辈子吃喝不愁了。股票暴跌的那天晚上，窗外电闪雷鸣，整个城市被照亮得如同白昼。彻夜不息的瓢泼大雨也将江浩最后一丝希望彻底浇灭。再次收到他的消息，他已经住进医院，被确诊了晚期白血病。朋友告诉我，江浩回去用同样求婚的伎俩骗了向林的身份证，拿去借了300万的高利贷，而后将投来的钱全部放进了那几只股票里。面对最后一次机会，他格外谨慎，买进之前看遍了网上所有的分析，但无一例外，全部都是看好之势。于是他赌上了全部的希望，将300万投了进去。开始的1周，股票大涨20%，他在电子屏前痛哭流涕，只觉得苦尽甘来，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在重复之前的老路。期间，向林和他的父母劝他见好就收，可面对千万的负债和持续走高的涨势，他又怎么会甘心？接下来的1周，那几只股票像商量好了一样，直线暴跌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跌停板，整整300万，如镜花水月一场空。只是还没等到高利贷的人找上门，向林就和他大打出手。跟性格温顺的我截然不同，向林性格泼辣，看着自己被江浩拖入深渊，顿时对他破口大骂。江浩本就崩溃，这下将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他身上，两人大打出手。争执间，向林将他狠狠一推，他的后脑勺磕在了坚硬的桌角，鲜血喷涌而出。而后，江浩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六神无主的向林慌乱地拨通了急救电话，然后落荒而逃，不知所踪。江浩的父母接到这通夺命的电话，连夜赶到医院，却得到了儿子被确诊白血病晚期的消息，两口子当即就昏死过去。我沉默着挂断了朋友的电话，然后利落地从床上爬起，坐在桌前梳妆打扮。在我家赖着的丽丽一脸疑惑：“这个点了，你去干嘛？”我拿过包，冲她狡黠地眨眨眼。我去看江浩的阳相，直到走进病房，我才真正明白了朋友在电话里说的那句形如枯槁是什么意思。江浩已经彻底垮了，整个人瘦的只剩一层皮，胸膛微微起伏着。他的父母坐在一旁，眼神呆滞，一脸死样。如果不是还没彻底撕破脸，我当场就得捂一个。江浩的爸爸听到动静，转头看见我，顿时两眼放光：“你怎么才来？江浩病成这样，你作为他的女朋友，怎么一点都没发现？”看着他颐指气使的模样，我也不客气地回怼：“你儿子跟向林的事，你不知道。这段时间他跟谁待在一块，你心里没点逼数。江浩的父母向来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是个孤儿，高攀了他家儿子。我呸！也不看看自己生了个什么孽种。江浩之所以养成这副性子，跟对他百依百顺的爸妈脱不了干系。重男轻女害死人。上辈子我拉着不情愿的江浩体检，发现了他白血病早期的事，立马将他送进医院。这两个老登不但没有感激，反而进门就给了我一耳光，斥责是因为我没照顾好江浩，才让他生了这么重的病。整个住院期间，他们两人就坐在一旁看着我忙前忙后，说想要进江家的门，
就要担负起江家媳妇的职责。我和江浩配型成功以后，医生说我身子骨弱，一旦捐献骨髓会造成无法治愈的后遗症。可他们却逼着我签下自愿捐献的同意书，这份屈辱我可没有忘。此刻江父见我出言不逊，挽着袖子就想教训我，却被我轻飘飘一句话挡回去：你还是省点力气吧，如果你打了我被送进局子，你儿子连个端屎端尿的人都没了。你江父气得跳脚，脸憋得青紫，但他明白我说的没错。一旁的江母见状改变了策略，她哭天抹泪地握着我的手哭诉：小顾啊，阿姨知道是浩浩对不起你，可你看他现在躺在床上这个样子，也终究不忍心是不？我简直被他气得无语。江浩能够躺在病床上，都是因为我。你说我忍不忍心？但他没看到我眼中的揶揄，沉浸在自己的演技里，无法自拔。小顾，阿姨求你去给浩浩做个配型，如果不成功，那就是天意；如果成功了，请你看在这几年的情分上，救救浩浩吧，阿姨求你了。说着，他做事要给我下跪，而我快速将他扶住，满脸真诚：阿姨，其实不用你说，我也打算给江浩做配型。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我心里也难受。江母见状，眼底闪过一丝得意，随即哭着抱住我：小顾，阿姨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我代浩浩谢过你了。我忍着恶心拍了拍他的背，在心底冷笑道：如果不做配型，又怎么让你们生不如死呢？配型结果出来的那天，场面很是热闹，江父对着我嘘寒问暖，而江母更是拉着我的手，感谢老天垂怜，不忍看江浩英年早逝。而江浩的精神头也罕见地好了起来，红着眼看向我，眼中满是深情，令人作呕的深情。小顾，阿姨真的谢谢你愿意给浩浩捐骨髓，阿姨答应你，等着臭小子好起来了，我一定让他跟你好好过日子。一旁的江浩用力点着头，眼角的泪没停过。我实在看不下去这两母子惺惺作态的演技，一句话冷了气氛。我什么时候答应给江浩捐骨髓了？此话一出，半晌都没有人说话。率先回过神的江母脸上快挂不住虚伪的笑意：小顾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而江父连装都懒得装，直接出语威胁：我儿子病成这样，你难道就没有责任？这个骨髓是你欠他的，你必须要捐。病床上的江浩更是积郁坐起，连声叫着我的名字：妍妍，你怎么了？我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为了你啊，你怎么能狠下心不救我？重来一世。我依旧为这家人的厚颜无耻感到震惊。也罢，我自己亲手种下的因，理应由我了结。下一秒，我勾起唇角，扑哧一笑：傻瓜，骗你的啦！看着三人摸不着头脑的神色，我只感到好笑。江浩，我这么爱你，怎么会不给你捐骨髓呢？三人顿时如释重负。江浩激动地对我说道：妍妍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你看，其实画饼不难，上下嘴唇一碰，什么话说不出来。江浩教给我的道理已经被我融会贯通了。我又接连给他塞了几个大饼，等我给你捐了骨髓，你好起来了，我们就去季华酒店办婚礼。以后我会给你生很多很多个儿子，我们会过得很幸福。所以江浩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一通操作下来，一家三口被我感动得泪眼汪汪，甚至当我提出要回家收拾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起疑。江父江母还贴心地送我到电梯门口，叮嘱我注意安全。我缓缓合上电梯门，笑着对他们说道：叔叔阿姨，待会儿见。老两口笑得合不拢嘴，直言道：该改口叫爸妈了。
等电梯门彻底关上时，我的笑容顿时消失不见，瘪了瘪嘴道：“才怪，我彻底消失了。”从医院出来，我火速赶往机场跟丽丽会合，在路上请好了年假，订了最快的航班出国。赚了那么多钱，可不得好好享受享受。等江家三人发现事情不对劲时，我早就在南半球穿着比基尼，吃着海鲜刺身晒太阳了。捐骨髓，我把你们仨骨髓打出来还差不多。我在国外玩的乐不思蜀，再次收到的不是江浩的死讯，而是一段爆红网络的视频。江家父母对着媒体声泪俱下地控诉我诱骗江浩购买 P2P 和股票，让他们亏空家产，背负千万巨债。而后面对濒死的江浩，我竟然见死不救，逃得不知所踪。视频里的江浩已经油尽灯枯，眼球浑浊不堪，嘴里喃喃着言言。视频一出，瞬间点燃了众人的怒火。无数人开始人肉我的踪迹，丽丽在一旁气得破口大骂：“这家人还真是会颠倒黑白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的头上，气死我了！”我笑着喝了一口鸡尾酒，气定神闲道：“他们一家人的嘴脸我早就看透了，做出这种事根本不意外。”丽丽见状担忧地看着我，我老公说：“这事闹得挺大的。你不会最后真的得回国给他捐骨髓吧？”我摆摆手，用不着回国。丽丽更是震惊：“你这是打算黑在澳洲一辈子不回去了？”我差点把刚喝进嘴里的鸡尾酒喷出来。我闺蜜这神一般的脑回路还真是……我抬起手扶额苦笑，我的意思是，江浩根本活不到我回国。事件发酵的第二天，我便把江浩和向林那天在我家的监控视频发在网上。之前还义愤填膺的网友纷纷转了风向，原以为是杀猪盘，没想到居然是原配报复渣男和小三。就这种男的还给他捐骨髓？我呸！我巴不得他们早点死了。江家夫妇眼看大势已去，急忙转变策略，在视频里红着眼哀求我救救他们的儿子。言言，就算浩浩对不起你，可终归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你真的忍心看着他去死吗？小顾啊，阿姨求你了。但网友已经不买账了，在网上将他们祖宗18代都拉出来鞭尸，而我生怕这把火烧得不够旺，紧接着晒出诊断证明，说明我先天体弱，强行捐献骨髓会留下后遗症。最后我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段话：江浩，相恋3年，我为你掏空积蓄，甚至连你投资的第一笔10万也是我借给你的，对你我问心无愧，唯愿来世再无瓜葛，永不相见。这段话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当初我给他这10万，是送他去地狱的引渡船，也是今日我最有力的保命符。这下谁都不会认为我让他买 P2P 和股票的事情是故意为之，大家只看到深情被辜负的悲情女主，只是大家不知道，我这个悲情女主赚得盆满钵满就是了。江家父母已经彻底绝望了，之前还在观望的债主纷纷堵在病房门口讨债，医院不堪其扰，而江家也无力支付高昂的医药费，最后他们被赶出了医院。江浩在回家的路上咽了气，死状惨不忍睹。江家夫妇哭得肝肠寸断，而等待他们的是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，还有数不清的债主。至于向林，他以为躲起来就万事大吉了，可他不知道，在江浩将他的身份证抵押给放高利贷的人时，他就已经被盯上了。上辈子那些人对我做的事，也悉数作用在他身上，只是他求生欲望更强，没有勇气结束生命，而那些人也不然不会放过他。
直到榨干它最后的利用价值。此刻，我躺在金黄的沙滩上，欣赏着碧蓝的大海和金灿灿的夕阳，只觉得未来一片光明。想到这里，我举起酒杯，跟丽丽相碰，笑着说道：“敬我苦尽甘来的一生，敬我光明灿烂的未来。”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，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